铝包子新闻曾多次出现，尽管国家已经明令禁止，可总有利欲熏心的人丢掉了良心赚钱。你以为不吃包子就完了？油条、馒头以及其他面食用在铝包子上的手段，都可以转移到这些食物上面。闪电哥带你认识一下什么是铝包子。2015年，江苏苏州一家早点铺引起市场管理局的注意。原来这家新店初来乍到，生意却分外红火，抢了其他店不少生意。市场监督管理了解情况后，给该店下发了一份告知书，告诉他们不得在售卖的包子里加入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可面对顾客的赞不绝口以及每日流水一般的收入，老板哪里还有心思关注告知书的内容？终于在2017年，早餐铺的使用铝泡打粉的操作东窗事发，最终被判刑，并要求进行10倍罚款。卖包子赚得2100元，需要赔款21000元。这件事给广大早餐店敲响了警钟，但仍有人顶风作案。2019年，江苏又有一家商贩使用铝泡打粉做包子，被人们曝光后许多顾客纷纷退单，生意和声誉瞬间全毁了。铝包子事件在全国都可能发生。2014年，济南市警方一连查获5家违规使用铝泡打粉的事件。2016到2017年，扬州广陵区开展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专项行动，其中涉及铝包子的案件有13起。可见铝包子来钱真的快，才会有这么多人冒着被严惩的风险仍在使用。这些所谓的铝包子其实就是在面里面加了明矾，明矾能够与碳酸盐发生反应，产生二氧化碳气体。二氧化碳充斥面团，使其变成致密多孔的组织，会更加蓬松。除了用在包子上，馒头、油条、其他面食里都可能有明矾。加入少量可食用明矾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吃多了就会出事。不光在这些早餐上，明矾还在很多地方被滥用。2017年，一家猪红厂为了让自家的产品卖相好，在里面添加明矾，被监管部门查处。2015年，苏州一家食品厂在瓜子中违规添加明矾，遭到曝光。明矾如今在很多行业都会用到，你以为是现代产物，其实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明矾的使用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关于它的起源还有一个传说故事。相传古时有一个名为白矾的孩子，家门口有一棵古怪的树，树上能结黑色的果。白矾生来就是做园丁的料，常常为这棵树浇水，帮它修剪枝桠。一天，这棵古树忽然幻化成人形，进入到白矾的梦境，告诉他自己其实是南方的神仙，准备回去了。为感谢白矾这么多年的照顾，送给他一份礼物。白矾醒来，只觉这是黄粱一梦，可身边确实多出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些白色的晶体。再出门一看，门前哪还有什么大树？白矾不知道这包裹里是什么，但想着总有用处，就留了下来。一日，村里的人忽然集体拉肚子，白矾想到了那包白色晶体，按照神仙留下来的说明书将其捣碎，先是拿父亲试药，父亲一咕嘟下去，腹泻真的好了。白矾大喜过望，连忙将这种白色晶体拿给村民服用，这场奇怪的大病就这么给化解了。后来为了纪念白矾，这药也就叫白矾了。至于为什么不叫白矾，因为这个故事多半是后人编的。白矾的发明者应该是来自梵山的一群劳动人民。关于明矾在古代的应用，《本草纲目》《药性论》《别录》等医书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其中确实有止泻的功效。白矾的故事倒也不全是瞎扯，除了药用外，古人还用它净水。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早来自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写的《天工开物》。这种用明矾净水的方式在黄河沿岸广泛使用。当时有一位传教士路过，见百姓竟能将浑浊的黄河水变清，感叹西方人怎么不知道这技术。除了做药和净水外，明矾还可以用在美染、造纸等方面，在古代很受欢迎。在现代的食品行业，明矾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海蜇等产品需要用明矾来脱水，鱼皮等产品加工中，它起到抗氧化和凝固的作用。食品级别的明矾还能调控蔬菜罐头的酸碱度，在泡菜中用作防腐剂。总之，少量的食品级明矾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不良商家用的是哪种明矾就很难保证了。明矾在许多地方都有很大作用，食品级的明矾也可以少量使用，但一些明矾却不能随意使用。我国早在2014年就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就明确不能在面粉制品中加入明矾。
长期吃明矾危害真的很大，里面的铝成分会不断在大脑里积累，使其发生病变。儿童容易出现智力发育障碍，老年人则容易出现老年痴呆。这些铝成分除了在脑中沉积外，还会影响到骨骼发育，导致出现软骨症、骨质疏松等各种疾病。长期摄入铝元素还会增加肾脏负担，损伤代谢功能，甚至引起病变。关于其他的一些说法，比如长期吃铝包子会致癌等，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种观点，不能偏听偏信。不过少吃含明矾的食物，这是肯定的。那么如何防止被不知不觉投毒呢？学会鉴别是关键。一般放了明矾的包子看起来更加白净，而用传统酵母发面做的包子颜色有些偏黄，颜值没有铝包子高。其次，传统酵母发面的包子里面分布的是不均匀的气孔，而铝包子里面的气孔整齐划一，掰开一看真假利剑。第三点，一般的包子馒头有很高的弹性，而铝包子弹性并不高，这一点通过按压就能看出。如果按压过后包子又反弹回来就是正常的，如果压下去就一直保持原样，那就可能是铝包子。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购买。如果你感觉自己长期吃了这种铝包子，不用担心，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助于代谢过多的铝元素。我们不能确保吃到的东西都健康，但也不必焦虑，你的身体可比你想象的要顽强。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